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中国财经简报。中国将人民币全球化，以击退武器化的美元。彭博社，中国已经开始推动扩大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中的使用，以减少美国对国际资金流动的独特影响力。在过去的1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在达成协定，以扩大货币的范围。协定从巴西延伸到法国，这些举措有助于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建立更大的影响力。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全球商业在许多层面上竞争日益激烈之际，这些交易出台之际，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揭示了美国将美元武器化的倾向，促使其他国家建立替代方案。尽管人民币仍然是全球交易的一小部分，但限制美元使用的制裁有助于增加其在其他国家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俄罗斯。为了减少美国的影响力，中国正在接待全球领导者，投资国内和国际专案，并加强自己的国际支付平台，分别与 SWIFT 分开。然而，高盛 Goldman Sachs 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 Jim O'Neill 表示，如果没有人民币更大的自由度，中国对美元或欧元进行所需的灵活性和内向型投资就无法实现。苹果是一家中国公司。金融时报，苹果与中国及其政府的密切关系意味着这家科技公司面临着投资者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和复杂性。尽管近1/5的收入来自中国市场，但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 CCP 会制裁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并间歇性地阻止在线和数字内容。苹果遵守或与中共目标合作已经看到该公司的中国形象越来越可信。尽管偶尔会谴责和监控本地应用程式的政治声明，但苹果也向中国官员出售用户数据，鼓励面临苹果与中国势力交易资讯不完整的投资者注意此类风险的警告。苹果的某些投资可以被视为地缘政治选择和经济杠杆，中国可以利用这种选择在未来瞄准美国的利益。国会与拜登就对中国非法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发生冲突。纽约时报，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恢复对中国公司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这些公司被发现以不公平的低价向中国进口电池板，违反了贸易规则。拜登政府暂时停止了关税，等待美国建立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可靠面板供应。拜登总统表示，他将否决关税，但他暂时暂停关税的决定受到反对派立法者的批评，他们声称他的行为违反了旨在保护美国制造商的美国贸易规则。随着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降温。金融时报，随着两国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美国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兴趣有所下降。自2021年11月以来，追踪中国股市的最具流动性的美国上市期权的交易活动减少了1半以上，标志着交易活动显著降温。政治紧张局势包括对中国能否维持其经济流动的怀疑，以及对政府加强对公司的监管和进一步制裁的担忧。由于中国政府监管风险的增加以及制裁的风险，许多投资者变得格外谨慎，所有这些都迫使投资者远离中国。参议员将研究针对 TikTok 在中国的立法提案。舒默，路透社，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表示，可以通过立法来加强拜登政府打击 TikTok 的能力。该行动将成为旨在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更广泛措施的一部分。参议员马克·华纳 Mark Warner 和约翰·图恩 John Thune 以及24名同事此前曾提出限制法案，赋予美国商务部新的权利，以审查或阻止通过被描述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外国拥有的应用程式，包括 TikTok 进行的交易。TikTok 的中国拥有者放弃了印尼和印度的免费音乐服务。南华早报，位元组跳动正在结束其针对新兴市场的音乐流媒体服务 Resso 的免费级别，该服务类似于 Spotify。高级服务将于5月11日起在巴西、印度和印尼提供。评论人士表示，此举可能是在面对全球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增加成本削减措施的尝试，因为为元组跳动专注于盈利能力。专家还指出， Twitter 和 Meta Platforms 等类似公司已经对以前免费的在线服务采用了收费模式。谢谢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